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这阵子呢，比特币现货 ETF 炒得非常的火热，就在前天7月11号跟7月10号呢，就流入了高达有10亿美金的比特币现货 ETF。这是自2024年以来呢，连续的2日呢，流入量高达10亿美金，而也是历史以来呢第二高的一个流入量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贝莱德比特币呢，也就是 IBIT 呢，大家对这一家ETF 呢应该是并不陌生。它是12家里面呢，现在目前呢占比最大的一家，也就是贝莱德比特币现货 ETF IBIT。它目前呢占比特币呢现货 ETF 的流通率呢高达了96%。而它竟然在短短的374天的时间里面呢，就流入了，就管理了资金呢，高达有800亿美元，这也是创了 ETF 呢有史以来的最高的纪录，还赢过了 Vanguard S&P 500 ETF，也就是 VOO，它是呢美国前5大企业的一个 ETF 指数基金，它的记录呢也在1814天才完成。这个记录呢，已经是打破了史无前例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张图表，它图表很明显可以看到呢，IBIT 呢在发行1年半的时间呢，就在374天就已经达到了800亿的一个管理资金的一个记录，在最快的时间记录也是 VO 在1814天，而在后面呢还有就是 IEFA 跟 IEMG。IEFA 呢，在2034天才完成，而 IEMG 呢是在2089天才达到了800亿的记录。所以呢，目前呢，比特币现货 ETF 呢，正是大家各个机构呢争先要进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产。好，大家应该有听过 James William 吧？James William 呢，他是一位传奇的交易员，他在佩时期呢，以合约的方式呢，赚取了数亿的美元。而这个数亿的美元，大家听到一定觉得说，哇，这样子我的人生呢，应该已经可以不需要再努力了，只需要呢以这是数亿的美元呢来过下半辈子的人生。但是 John William 他并没有这样想，他在前阵子在5、6月的时间呢，以高杠杆的方式，也是100倍的倍率呢，开启合约单，开了比特币的合约单，而这个合约单呢，它开的过程中呢，几乎都是反指标呢在亏损，而这个亏损的状况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它的资产呢，很明显的目前是只剩下6619美元，而跟它之前呢，在数亿美元的一个比较呢，它的资产呢已经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，而目前呢是已经到了6619美元了。所以这就造成了他呢，目前呢在推特上呢已经查不到此人的账户，而且呢，James William 呢在关闭此账户前呢，他是将他的一个简历呢输入了 broke，也就是破产。所以呢，各位投资人一定要非常的注意，我们在玩加密货币呢，不是在投机，而是在投资。我们是要走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历程。而不是在比短期看谁的资产多，谁的资产少，而是要走得长远的人呢，才是在这个投资市场是一个获胜的人。好，大家对去年年中应该非常有印象，比特币有一波的深度回调，而这波深度回调呢，就是某个国家呢正在贩售手中大量的比特币，而它贩售最终的数量有49000多枚，将近有5万枚的比特币。这个国家呢就是德国。德国呢在去年贩卖出比特币的时候呢，价位是在57000多，而它最终的获利呢是28.8亿。它的换算为现在118000枚一颗的比特币的话呢，它的获利的资金呢就会高达29.8亿。但是它卖出的比特币呢，那一定会有人买入。而这个国家呢，就是萨尔瓦多。萨尔瓦多呢，它是要求自己每天一定会购买一颗的比特币，也就是 DCA 的方式。而他每天购买一颗比特币呢，是从2021年开始，到目前呢，已经购买了6200多枚的比特币，将近有4亿美金的一个获利。而这两个国家呢，相比的话呢，德国呢，就是因为担心比特币的一个波动，造成短期的资产会损失，所以尽速的将手中的比特币卖出。而
这个卖出呢，却造成它卖在是在很低的位置，也就是5万7的位置。但是换算为，但是看到了萨尔瓦多的一个做法，它是呢持续在这个震荡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波动的市场里呢，持续的在购买一颗的比特币，让它呢现在呢是已经倍数有成长的一个资产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国家呢，大家就很清楚看到，未来呢，政府如果采购比特币当做国家的资产的话呢，将会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数位资产的一个竞赛。好，我们来插播下一则消息，也就是下周的一个重要事件。在星期一的话呢，有一个待定的事件呢，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，计划就对俄罗斯的问题呢发表重大的声明。再来是星期二呢，会有一个重磅数据，也就是美国的 CPI。这个数据呢，预期值呢是在2.7的部分。如果到时候公布值呢是小于2.7呢，将会有利多市场的。再来星期三的话呢，就是美国 PPI，以及周四的话呢，在重要的时间点呢是在8点半的时候，会有恐怖数据之称的零售销售月，以及当周的一个出月经人数。还有呢，周五呢也有一个重磅数据，也就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呢，会有7月1年期的一个通膨利率的预期。在这个本周的话呢，非常要注意的是 CPI 的部分跟1年期的一个通膨利率预期的部分，这两个如果呢公布值都是疲软的话呢，将会带动了美联储呢加速他们的降息的可能性。如果是强硬的话呢，将会减缓他们对降息的一个机会。再来我们看下一则新闻，也就是 SRP， 有数据显示呢，目前的鲸鱼呢购买 SRP 的数量呢持续在飙升。我们看到这张图表很清楚，可以看到持有100万枚的 SRP 的钱包呢，已经达到了2743个，已经是历史的高点了。再来是呢，目前的100万枚持有 SRP 的巨鲸呢，里面的金额呢，已经高达有4亿7321亿多喽。所以这两个数据呢，很明显的看到呢，未来的 SRP 呢，将会是一个将会一波的涨势。而这一波的涨势呢，除了看这两个数据以外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呢，也就是目前前十大的一个加密货币呢，瑞波币呢已经把 Tether 已经甩在后面了，它已经上升到了第3名，而它这一周的上涨了已经来到了24%，是全部前10大的第1名。那我们来跳到目前 SRP 的盘面 ，SRP 呢目前的价位是在2.8。而这个收敛三角呢，也就是在我之前所讲解的时候所绘制的。而这个点位呢，也是有提到说，如果呢冲破了上边缘的压力位，转为支撑的话呢，回踩之后会有一波的上涨。而大家一定好奇，未来呢是否还会再涨，还是会跌到哪个位置，以及最佳入场点位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。目前呢，在这个天图上呢，大家很清楚可以看到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W 底形态。而这 W 底形态呢，也就是这说明了目前的一个空头趋势呢将转为多头，而它会涨的目标价位会是到哪里呢？我们可以绘制一个1:1的位置呢，然后并且将它放置在颈线的位置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未来的走势呢会涨幅到哪里。好，我们放到颈线位置呢，将会来到就是3.3的位置，而也就是在2025年1月初的一个最高点的位置。来吃完这里流动性之后呢，有可能会再回踩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画出一个曲形，就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它会从一个收敛三角呢，转换为一个横向的宽幅震荡。而这宽幅震荡呢，就是会吃完上方流动性之后再回踩，就是下方的一个流动性。如果呢大家很好奇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绘制一下，目前呢在中段的位置呢是在什么价位？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到呢，这里有一个很重的一个颈线位，也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。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呢将会是下一个压力位，而未来呢是否还会涨穿这个压力位呢？我们就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清算图。清算图的话呢，在2.9呢，是不是就一个很强劲的清算位？我们看的图呢是以3天来讲，因为我们不看那个24小时的，还是什么48、12小时，因为那个数据都太短暂，那个不够就是确实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目前的3天的一个时间呢，
很明显的看到2.9的位置呢是有一个很强劲的一个清算位，而目前的走势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走势呢还是在走一个上升的趋势，所以目前呢极有可能会先上来清掉这个空头的一个清算位。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持有怀疑的态度的话呢，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如果切换到我们的清算地图，刚才这是清算热力图，而我们切换到我们的清算地图的话呢，很明显可以看到，我是以切到30天的部分呢，很明显呢，这也是在清算空头的一个位置。所以说，目前的价位呢，一定会持续的往上涨，而上涨的最终目标呢，会是在3点这边，也就是3.1的位置，2.9、3.1的位置。好，然后再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话呢，支撑位会是在哪里？我们这里可以再绘制一个颈线位，也就是大概在2.6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呢，极有可能是会回踩之后再蓄力上涨。好，我们可以切换到我们目前的一个清算热力图的位置，大家很清楚可以看到，目前清算热力图呢，刚好呢下方就是2.6的位置呢，就是有一个很强劲的清算位。好，这2.6的位置呢，如果清算掉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用笔刷来绘制。我的预期是这样，会这样图下跌之后，清算完下方的多头的一个单之后呢，就会往上，而往上呢，当然就是会清算完上方的一个3.1这边的清算就是2.9这边的清算强度的一个空单，再来呢就会转为震荡，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重要的数据分析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